训狗真的是一个正面的叙事结构吗？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他们了。我给你的荷包，你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可不能了。黛玉训狗这4个字已经成了对《红楼梦》的一种新型解读，它把《红楼梦》里最复杂的一组人物关系直接定义为了恋爱中的权力博弈。我们不用读原著，看几个剪辑片段就能 get 到宝黛之间极致的拉扯，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当我们用训狗这个框架去看宝黛，看到的就只能是一场权力游戏。黛玉的每一次流泪都是手段，每一句反话都是拿捏，每一场争执都是博弈。而宝玉呢，她的妥协是怂，解释是哄，靠近是舔，两个人之间那些微妙的带着试探和不安的互动，全都被压平成了一个问题：谁占上风？但宝黛之间的关系不能这样简单定义。第32回里，湘云劝宝玉多会会那些为官做宰的人，谈谈讲讲仕途经济的学问，宝玉却当场翻脸：姑娘，请到别的屋里去坐坐吧。仔细我这里污了你和你的仕途经济学问。袭人赶紧打圆场，说上回宝姑娘也劝过。宝玉却说：林姑娘说过这混账话吗？没有，林姑娘压根就不说这混账话。她要说这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黛玉刚巧在外面听见，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喜的是自己没看错人，她把宝玉当知己，宝玉也把她当知己；惊的是宝玉当着别人的面这么护着她，一点不避嫌；叹的是既然两人都是知己了，怎么偏偏又冒出来个金玉良缘的说法；悲的是自己父母走得早，没人做主，身子又一天不如一天，只怕等不到那一天。宝黛关系的内核是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类，两个人是对抗同一个世界的同盟。而训狗叙事把这种双向的灵魂共振扭曲成了不对等的权力操控，好像黛玉做什么都是为了拿捏宝玉，宝玉做什么都是因为怕黛玉。知己之间最深的懂得被降维成了情侣之间的博弈，而且这个叙事表面上似乎是在夸黛玉厉害，实际上他把黛玉所有的价值都绑定在了能不能搞定一个男人这件事上。他的诗才不重要，他的品格不重要，他的精神世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恋爱里占了上风。这到底是在抬他还是在贬他？这不是黛玉一个人的问题。所有经典到了短视频时代都难逃被梗化的命运。三国成了职场厚黑学，水浒成了兄弟爽文，西游记更是直接成了暗黑解读重灾区。但80年代那批人对待经典的态度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极端。87版《红楼梦》被搬上荧幕时，陈小旭在剧组待了3年，学古琴，学写诗，写人物小传，把自己活成了黛玉。拍葬花那场戏时，看到剧组用塑料假花，他死活不同意。最后工作人员连夜去找了真花，化妆师杨淑云为了画黛玉的眉，翻遍了古画诗词，从遥看丝丝挂烟柳里找灵感，画出了前无古人的挂烟眉。导演王福林更是全国海选演员，不用明星，先办了培训班，所有人一起读原著，学红学，练身段，培训了几个月才开机。那一代人对待经典的态度是敬畏，现在我们对待经典的态度却越来越轻，轻到可以用4个字概括一个人，用15秒讲完一部巨著，用一个梗代替所有的理解。黛玉被说成训狗大师，损失的不是他，真正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习惯了用梗去理解一切，我们就再也读不进沉重的东西了。我们会以为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不过是一堆可以拿来消遣的碎片，